大家好，我是開心。葉雲新出了捕風尋影玩法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走，咱們去看看。這位也是梦之而来，对，姐妹，梦中之物，梦中之物，自然是梦中之物。我呢，人中一耳，能给你开扇门，讓你入夢，而夢里头啊，能見到過去，找到藏于深處的至寶，卻是一則提防迷信，又或者是一層聽見完謀安無以滅結的下落。這個任務必須2個人一起完成，你可以邀請好友，或者直接匹配也可以。杯中酒，酒中情，痛飲方解，其中還請2位遊俠共飲3杯，以酒為飲，此夢方成。還請諸位選一物事，而後入夢來。我朋友選擇了笛子，我選擇了縮骨弓，這2種道具都有各自的功能，需要2人齊心協力才能完成劇情任務。怎麼會是止戈2個字呢？你既自稱是未央城的，那本掌櫃你可認得？我的好大俠，怎麼還是這麼容易？開封是哪來的風，把我們家貴客吹回來了？給我講講你以前闖蕩江湖的事吧。看來這是咱們的記憶，也是咱們的夢境，這都長蜘蛛網了。是吧？双人成行啊！刚才那些事，这又是哪儿？我還想問你呢。那前輩說了一通，我就記得一句：入夢來。這便是夢哦，既是夢，且探他一探。這裡需要隊友用笛子打開山洞。這種綠色的寶箱其實獎勵很一般，只能開出少量的4海間跟宋元通寶，所以我們此行的目的貴在體驗地圖跟劇情。哇！你哇什麼？我哇那前輩手段了得，夢境如此之美。你又哇什麼？美則美矣，不知前路為何。這種跟好友一起探索的新奇玩法確實很受玩家的歡迎，以後再也不用擔心一個人過劇情太無聊了。怪事，這草無風自動，看着像是怕癢。沒錯，這就是含羞草。哦，對了，以防你們不知道，我解釋下，左邊的畫面是我的，右邊的畫面是我朋友的，而且我們彼此能看見對方的畫面。哦，對了，這裡我要解釋下，很多玩家在這裡就卡住了，你必須按照順序來。第一步是我進去解救小鹿，成功之後，隊友再打開另外一側的石門，必須按照這個順序才能完成任務。他也沒有提示，主要是。这個做起來還挺好玩的。哎呀，這般上蹿下跳、跋山涉水的，可算能歇歇腳了。累的是路，咱仨累的是路，咱仨坐着又不费勁。這句話我以前說過，沒錯。但那次同騎小路的3個人，還有倆是豆豆與耀耀，沒錯。但再等等，你想起來了？不，我只是在想，入山採藥常有發生，與豆豆、耀耀共成小路亦非唯一。若要尋得至寶，興許關鍵在於想起這是確切的哪一任。我還以為你拼出了什麼了不起的真相，你不也沒有。那真是有了娘就忘了咱。不過這情形倒讓我想起那天小鹿被帶走後，豆豆和耀耀也嚷着要走，他們嚷着要回去過端午。對，是端午，我想起來了，沒錯。沒想到咱少冬瓜小時候還跟着天不收上山採藥，這也算是彌補了小時候的劇情，讓咱們少冬瓜的成長更加完整。而這些劇情就是根據咱們小時候的記憶生成的夢境，比如這些長得很巨大的蘑菇就是上山採藥遇到的。哎，反正就是夢裡啥都有，遇見什麼奇葩都不奇怪。你比如說小時候還經常夢到自己會飛，就像影片中這樣飛檐走壁會輕功。到這裡，我和朋友又要分開，分別去做任務了。等完成各自的任務再會合。裡頭如何？我知道你急，但你先別急，這兒也有株大花。
段動畫倒是蠻有趣的，我反正是超級喜歡。哦，上面有滚石，咱们要計算時間，等滾石剛落下就立刻衝上去。這個好像是沒有你的任務為我的，然後可能是在這個位置集合。這個玩法跟不見山地圖一樣，可以用滑索滑到對面。整體來說，我感覺這裡的地圖挺吸引我的，因為新地圖能帶給我新鮮感。它這個地圖做的好像綠野仙蹤的感覺，讓人仿佛置身於奇幻世界，並且充滿了探索慾望。我有些猜想，怪草、靈芝、迷落的小路，還有這無盡的花海，這些線索看似零碎，但若將它們拼在一塊兒，這夢重現的是那年端午我們入山採藥的經歷。而那天的最後，我也想起來了，就在高處呀，有长進，敏銳了不少吗？我向來敏銳，好。哦，好大的向日葵，好漂亮的奇幻世界！開心盲猜國際服的朋友們看到這場景一定很羨慕吧？這跟那個雙人成行有點像。奇幻的世界加上跟朋友一起探索劇情，這種玩法真的很新穎。咱陸服大概會在6月19日上線江南地圖，希望就用這種雙人劇情模式玩法。這樣做的好處是，讓玩家在過劇情的時候不會顯得枯燥跟孤獨，還能增加好友的親密度。這個一般都是跟好友玩的吧？這是指南魚，這就是我們要找的至寶，一起觸碰試試。這裡開心要跟新觀眾說下，本期影片其實分為上下2期，上期影片請看我的上一期影片，但是這些動畫還是蠻有意思的，所以開心還是放出來給大家看看。哎呀，千書，我可算找着你了，你一定早就聽見我了吧？我摔了好大一跤，看我這褲腿都破了，全是為了追你。笑。有個小玩意兒，你且收着。這是指南魚，我上山下海遍採草藥，全靠的它。前些日子我做了3個，你、豆豆、耀耀，本想着捡個好日子給你們，那為何今日就給了？哦，我懂了，你想用這個收買我，你不想讓韓姨知道我追你追的褲腿都破了，對不對？褲腿是為了追我破的？我瞧你四下晃悠，很是快活嗎？其實是為了隻蝴蝶，我錯了，我下次也儘管去闖，儘管去迷路吧。啊，有他在，自能為你找着方向。你且懷此赤子之心，去看、去觸、去尋、去遍觀山河吧。天不收、韓姨跟江疏這3個人給少冬瓜的教育其實是不一樣的。天不收希望你可以去外面自由闖蕩，難怪少冬瓜在韓姨客棧總是嚷嚷着要去外面闖闖。好的本事，你學得一般。而江無浪的帶娃理念就是放養，他不在乎你是否闖禍，反正有事就丟給韓姨，而他自己也不善言辭。我是蘿蔔嗎？一回來就這麼把我。我是說，你都不問問我犯了什麼事兒嗎？我伸手，今天禮物是收買的。誰家把小馬刻成這模樣？不會是江叔你自己刻的？少冬瓜這個馬屁精意識到自己說錯話，立刻對江疏吹起了彩虹屁。哇，好精巧的做工，好漂亮的小馬，這模樣，這紋理，這着色。行了，今年諸事難料，理解如這馬，快樂前行便是。啊，江叔，不必感動，若文想要壓歲錢呢。找你韓姨。我才转个身的功夫，你就眼没影了。韓姨，你瞧，老闆送我一個風車，就這樣望出去，天空是粉色的，河水也是粉色的，有一條魚，有一棵樹那麼大。我走過那水果鋪子的時候，聽見桃子和冬瓜在地上滾來滾去的喊：“我不要進籃子，我要去找小瓜玩。”我還看了一出戲，戲裡有個好威風的大俠，我以後也要成為那樣的大俠。可是，萬一我成不了那麼威風的大俠，該怎麼辦呀？少在那小東小西的，什麼大俠？10個裡有9個是榆木疙瘩，活受罪。韓姨，演好了，
你就照現在的樣子長，天塌不下來。韓姨這段教育孩子的話讓我很感動，意思是你不需要成為別人，你只需要成為你自己。這段教育孩子的理念真的爆讚。泰山成海，觀雲作聖，也是玲瓏心肝。犯不着學的戲文，成為什麼別的人。好了，天不收韓姨跟江疏那3段劇情，還有這個大戰鵝天帝的影片，我在上一期影片詳細講過，這裡我就不囉嗦了，大家可以點右上角去看看。大鹅魔王，吃我一拳！大鹅呢？我们不会被吃掉了吧？哎，前段时日我好像刚来过这儿。你的过往，我的过往好像不一样。哎，它这個同一畫面2個世界的玩法倒是挺新鮮的，而且我跟好友可以互相串門去到對方的世界。左邊的畫面像是開封城的角門裡，右邊的畫面則是河西的沙漠玉門關。我這邊也有，快跑！開封茶樓，看來我們也不是無路可走嗎？我們還有死路一條。這死路也算路嗎？放心，只要跑得夠快，大鵝就追不上我們。他都追到河西來了，城門就要關了。是小貓，快上背！好，小貓，衝！可算是進到這層了，見諒見諒，我這把戲還不嫻熟。越往深了走呀，就容易出岔。且讓我來瞧瞧，這寶貝在哪兒？這個一般。哪裡一般了？這可是玉門關。這又是什麼？全是些什麼破銅爛鐵？破娃娃，這些破玩意兒你自個兒留着吧。好險！大魚嘴都要薅走我的頭髮了。是飛淵，我們有救了。這是沙，那是海。雖然無舟，但是有淵千里來相會是吧？哎，你怎麼知道我想說的？我們在往下飛，越飛越下，是飛俠。可惡，又被你搶話了。有趣。現在左邊的是涼州地圖，冰天雪地，而右邊則是開封的大義熔爐，烈火焚燒。而且右邊這隻鳥其實是國際服即將在4月2日上線的涼州地圖，在白雀金閣可以看到它。这是記憶的最深處。莫非記憶裡最珍貴的是找到你。新年諸事難料，一切如這馬，快樂前行便是。哇！聽好了，你就照現在的樣子長，天塌不下來。泰山成海，觀雲作聖。一切懷此赤子之心，去看，去觸，去尋，去遍觀山河吧。好嗎？搞半天這個所謂的寶藏就是我們自己。到這裡，捕風尋影這個劇情任務也算正式完結了。期待燕雲官方以後能出更多這種雙人劇情的玩法，真的是很有趣。這段無聊的對話我幫你們加速，反正沒有聲音的對話我一律懶得看。總共5個章節，這就算完結了。不過這個任務是可以反覆重複做的，做多少遍都可以。
由於國際服將在4月2日上線涼州地圖，開心給大家提前看看涼州有哪些好看的地方。这音樂還挺好聽的，我原本打算在這裡用建造模式建一個房子，但是由於時間原因，咱們下期影片再搞吧。涼州地圖也是可以用建造模式的，在天水極界碑右邊會有一位美女跳舞，於是我靈機一動，打開建造模式進行了一番改造，希望我的這個靈感會給大家帶來一些啟發，你們也可以像我這樣建造，這樣你就擁有了自己的豪華私人俱樂部。怎麼樣？這美女是不是很漂亮？我反正是每天上線就往這一坐，欣賞歌舞。有時候去多人世界打完 BOSS 回來，我也會在這裡泡上一壺茶，躺在椅子上慢慢欣賞美女跳舞。而且你完成涼州探索度也能獲得這位美女的同款衣服，露出小蠻腰那種，看起來身材苗條好看。這些建築包括涼亭、小船還有廚房，都是我自己後期加上去的。我想這大概就是單人世界的樂趣吧。這個開放式廚房我很滿意，可以一邊做飯一邊欣賞美女的歌舞表演。而且在外面打副本累了，回到家裡，我在自己家還有一套房子，躺在床上就能放鬆休息。別的商隊還有價，那咱們也得有。這個迷憶舟是我在博物志獲得的，反正你們點開博物志，選擇詩歌，只要搜集20個詩歌，就能獲得這個迷憶舟的外觀，並且將它擺放到你的單人世界。我平時都是在這條船上做飯。我帶你們參觀下這艘迷憶舟，反正我心裡是特別有成就感的。當初在河西降服他的時候，他不是很囂張嗎？現在還不是被我帶回家當寵物養？英靈在採購間看着呢。還有個擺放建造的地方是在張義橋的門前，只需要擺放一張桌子，就能讓兩旁的歸義軍免費幫我站崗。這樣看去還真是很有排面。前面有個叫殘狼的 NPC， 在他這裡可以購買唐橫刀的心法，用不上也可以買，反正心法都是可以轉換的，多買幾本轉換成你自己想要的心法就行。你还也英靈。買完心法，在另外一邊的孫夢良這裡可以買建造用的配方，還可以購買食物增益的配方，好處是能提升你的攻擊力和生命值。我以上說的這些都在天水極界碑這裡，因為這裡是涼州地圖的市中心，
然後你跟着我過了橋往右邊跑，在山坡上有個叫阿史羅的 NPC， 用射星拿月可以偷取他身上的極品裝備。不過因為我已經偷過了，所以這裡沒顯示。反正你們來到了新地圖涼州，記住一句話：能偷就偷。射星拿月可以偷取所有 NPC 身上的寶物，而且還不會被抓捕，因為河西地圖是沒有捕快的。哦，對了，順便提一句，如果你們被海捕了，就往涼州跑，反正打輸了也不會坐牢。這裡可真是避禍天堂。其實原因也很簡單，清河的官差管不到河西這邊，因為河西作為燕雲16州被割讓出去了。別說清河、開封的捕快管不了，就算是皇帝趙匡胤也管不了這邊。然後你在白雀金閣據點這裡需要打通關到樓上，在石像這裡有一本心法是可以給唐橫刀用的。拿完心法，在石像的右邊還有一本唐橫刀心法可以免費拿。心法拿完之後，你就爬到樓頂的房子裡，這裡大概有10幾個寶箱，不過由於我已經開過了，所以這裡並不顯示。另外還有網友說，第一次不要把這個據點的怪全部刷完了，用進入試煉再退出就會重新刷新怪的方法，可以在這裡反覆刷新材料。好吧，也許對你們國際服有用，我反正材料多到用不完，也懶得去刷。這個會飛的鳥是新武學天志垂象的特殊技，需要解鎖不見山的呼陀地圖才能用。國際服玩家還得等半年，所以現在就不要想了。不過給你們看看倒是可以。最後我錄了一段不見山的地圖，目的是感謝上期影片對我打賞的3位粉絲，他們分別是來自新加坡的 Deep 網友、來自台灣的 VC4 網友以及來自菲律賓的安德魯網友。謝謝你們！我從沒想過自己做的影片會如此深受粉絲們的喜愛，甚至是掏出了真金白銀對我進行打賞，我真的很感動。以後我會做出更優質的內容回饋大家，每一期影片我都很用心。江湖的路還很長，請讓開心陪大家度過每一個春夏秋冬，走過黃沙漫天的河西玉門關，冰雪覆蓋的涼州，春意盎然的晴川，群山巍峨的不見山，直到江南，直到未央城，我們一直都在。